仙运阁议事厅内，萧炎一回来就同药老与风尊者说起了这段时间以来发生的事情，而药老同风尊者也告诉了萧炎许多劲爆的消息。其一就是最后一张净莲妖火的残图有消息了，就在之后的空间交易会上将会有人出手。萧炎考虑到距离这空间交易会仅剩不到1年的时间，而到时将残图换取到手要付出的代价必定不会小，就琢磨着怎么再提高自己的实力，毕竟拳头才是硬道理。不曾想风尊者一句玩笑话给了萧炎灵感，那就是谁有异火就去抢过来。说起这世间拥有异火最多的势力，就不得不提到炎族了。从药老口中，萧炎得知炎族之中至少拥有着4种异火，其中更是有2种异火名列前10。除了炎族之外，药族也拥有着2种异火，不过这些异火经过无数年的传承，早就被这2大种族施展了比焚炎谷那9龙雷罡火更加强悍的传承印记。即便是萧炎得到了，也无法炼化吞噬。再说了，炎族属于远古8族之一，其实力与雷族不相上下，仅次于古族与魂族，也不是现在的萧炎所能抗衡的。这远古8族呢，除了提到的古族、魂族、雷族、炎族、药族，还有石族、灵族以及已经废弃掉的萧族。因为曾经出现过斗帝，萧族这一脉的子孙后代都拥有着斗帝血脉，然斗帝血脉虽然强大，却并非永远，它也有着流干流尽的时候，而维持它继续延续下去的方法便是再度出现斗帝，给予血脉新的活力与生机。而萧族自从那位斗帝之后，便再未出现过斗帝强者，实力最为顶尖的也仅仅是萧炎的先祖萧玄。可惜萧玄破釜沉舟的拼尽全力，用尽了血脉之力，也没能达到斗帝的高度，萧族便彻底的没落了。药老为什么会对远古8族的事如此之了解呢？这就是第2个爆点了。药老其实是药族的族人，不过是属于被种族抛弃的那一种。以药老的炼药天赋，在如今的大陆上，恐怕唯有屈指可数的几人能够与之匹敌。为什么会成为药族的弃人？这就又要说回斗帝血脉了。远古种族内是以血脉的浓郁程度来分辨等级身份的。药老同萧炎一样，体内虽流淌着斗帝血脉，但稀薄的可以忽略不计，在那么重视血脉的环境里，其地位可想而知。一次执行任务失败后，药老就被直接驱逐出族了。离开后的药老并不服气，开始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炼药术之中。他期望着当自己实力足够强，有足够的价值时，族中会再次将自己召回。可即便药老在中州闯荡混迹将近100年，有所成就了，也没等到他所期待的。不过现在的药老有了新的目标与期待，他要好好的在这中州，让那些人看看，并非是只有拥有斗帝血脉的人才能够真正的成为顶尖强者，就连自己收的弟子都将会远远超越那些被他们视为宝贝的斗帝血脉拥有者。一下子知道了这么多信息的萧炎有些心疼药老，但有些话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还是努力提升实力吧，不蒸馒头也要争口气呀。沉默了许久之后，萧炎才冲着药老道，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是只能安心的等待那所谓的空间交易会开始了。药老笑了笑道，空间交易会是需要等待，不过在这之前，你确实还得动身走一趟古族古界。听到这话的萧炎手掌猛地一抖，原来再有1个月便是古族20年一届的成人礼，有资格参加成人礼的都是古族之内最为优秀的年轻一辈。此次成人礼，薰儿就在其中。药老因为魂殿的缘故，需要坐镇幸运阁，只有让萧炎去古族走这一趟了。萧炎接过药老手中象征着勤俭的黑色玉铁石，那深深地印在萧炎灵魂中的人儿也缓缓地在其脑海中浮现。此次前去古界，你也将天火尊者以及小医仙带上吧。药老道，天火尊者的实力已经达到了6星层次，等小医仙从古墓回来，便是你们动身前往古界之时。古墓什么地方？萧炎有些疑惑。古墓是一位恶难毒体的拥有者作画的地方，药老之前留下的毒丹之法便是从那里所得，只是同为恶难毒体的拥有者，他却没有小医仙那等好运。在濒临死亡的关头，他才创造出控制恶难毒体的办法，因此小医仙归来之时，就会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真正掌控恶难毒体的人。得知这一情况的萧炎为小医仙欣喜之余，十分的期待与他心尖尖上的人儿再次相见。
在等待着小医仙归来的期间，萧炎将注意力转移到了灵魂修炼上去了。毕竟灵魂力量的强大与否将直接关系到炼药师的等级，日后他恐怕少不了要跟那些药祖打交道，他绝不能弱了药老的名头。因此这8品炼药师的名头就有些稍显不足了。翻手取出当初获得丹会冠军时奖励的那卷修魂功法太一魂诀，萧炎就将其中的所有信息牢牢记在脑海之中，随后沉神催动着那修炼之法，一直到将近几个小时后，方才神清气爽地睁开双眼，感叹了一番该功法出人意料的神效之后，萧炎又吐槽了一下当初得到的那几段略显寒颤的修炼口诀。随后又是一卷赤红卷轴被萧炎取出，正是之前在斗帝遗迹中抢到的火属性能量卷轴。卷轴内所蕴含的是地阶高级斗技大地钢炎，该斗技是以一种奇异的震动将自身斗气传入大地，创造极度炙热的劲气江流，然后出其不意自对手立脚大地之处喷射而出，无声无息间给人以致命攻击。简单说就是适合搞偷袭，就是该斗技对地形有要求这一点有些鸡肋。之后的日子里，萧炎完全沉浸在了太一魂诀以及大地钢炎的修炼之中，直到一道熟悉的浩瀚气息出现在了萧炎的感知之中。小医仙竟然强到这种地步了吗？深吸了一口气后，萧炎快步推门而出，一眼便是见到了那正优雅而立的倩影。阳光下的女子已不是满头银发，3000青丝在风中摇曳的样子，与当年萧炎在青山镇第一眼见到她时别无二致。除了那越发成熟动人的气质外，就连其脸颊上的那柔和微笑都是一模一样。现在的她才是当年在青山镇救死扶伤，被无数佣兵奉为心中仙女般的小医仙。怎么不认识了？小医仙缓缓走到萧炎面前，望着后者那愣愣的模样，不由得轻笑道：“你的头发。”萧炎喃喃道，旋即又将目光顿在小医仙光洁的额头处，那里有着一个复杂的浅灰色印记，看上去如同一个符文一般。小医仙摸了摸该印记，解释道：“这是恶难毒气的占据之处，如今我全身的恶难毒气都化为了这个符文。至于头发，是因为以往的身体聚集的毒气实在太多，才变成白色的。如今在修炼了那位老前辈所留下的功法以后，那种聚集的毒气已经成为了最大的补品，自然就变回来啦。”萧炎恍然的点了点头，随后目光在小医仙身上扫了扫，旋即苦笑道：“我看你现在的气息，恐怕应该比天火尊者还要强吧？”“应该是7星吧。”小医仙嫣然一笑道。“7星斗尊。”萧炎忍不住的轻叹了一口气。这样说起来，就算是小医仙都是接连窜升了3星左右的实力，这让吞噬了一会儿后方才勉强提升2星的萧炎感到极度的失落。为何他认识的这些人就没有几个稍微正常点的？短短不到1年的时间，众人几乎都是实力大涨。一名看似仅有5星实力，但却随时能够爆发连6星甚至7星强者都是无法比美的恐怖战斗力，再加上2名6星斗尊以及1名达到了7星层次的恶难毒体，这番阵容即便是面对魂殿的劫杀，只要对方不出动半圣阶别的超级强者，他们一行人就足以全身而退。九天尊那样的货色来都是在送人头好吗？半晌后逐渐回过神的萧炎伸了一个懒腰，懒散的笑道：“既然你到了的话，那么我们也该动身了。”小医仙微微一笑，随后点了点头。能够站在萧炎身后安静地帮他做一些事，小医仙的心中总是欢喜的。第二天，萧炎一行4人就动身前往了他们此次的目的地古圣城。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视频都看到这里了，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